而且你看，我买酒已经买了1年了。对，我觉得说，如果我这一次没买的话，我这辈子应该都没有机会再买了。我的老天鹅啊！这支多少钱啊？完了 BBQ 了，尤拉要被骂了。我也没有喝过33年高粱酒，但是我喝完以后相当的惊艳，我一直惊艳了，没有白花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酒的地方很舒服，漂亮。欢迎收看李奥社长来品酒，我是李奥。有啦，咱们最近乡民敲碗，疯狂敲碗留言，说叫我们要喝马祖高粱酒。哦，对，我们都好像没有真的介绍到马祖高粱，如雪片般的飞来，一直告诉我，社长，你为什么不喝马祖高粱酒？社长，你可不可以推荐马祖高粱酒给我？今天我让你的愿望成真了，所以我特别请尤拉去市面上去田野调查，特别请他有那么辛苦吗？对哦，大概调查了1天1夜了，然后呢，选了3瓶马祖高粱酒，你不能错过的马祖高粱酒给你，好不好？没错。到底哪3瓶呢？要不要好，先把它拿现在上来看？我们开始 Yula Choice。到底他选了哪3瓶？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来，第一瓶，这一瓶，我觉得它是最能代表马祖高粱酒的东永陈年高粱45度。OK， 这个酒可以啦，因为这支酒哈，其实在所有的那个马祖高粱酒上面最知名。是啊，所有如果你今天要入门喝马祖高粱酒的一话，定要先喝这一支。对，我觉得要先喝这一支，而且这一支便宜，750元。没错，相当平价。所有入门的小白，我觉得喝这一支，因为这一支在网络声量超级高，网络声量可能是第1名。一定是应该啊！是第一名我上网查的时候，打马祖高粱这一支的出现率是最高的。所以这一支酒我觉得 OK 可以，你买的非常好，尤其当然了750元这个价位带，我非常的开心。而且你看，我买酒已经买了1年了，对，已经知道老板要的是什么了。再来尤拉买的第2款酒到底是什么酒呢？我也好紧张哦。好，第2款酒的话呢，我在看到这支酒的时候，我觉得说，如果我这一次没买的话，我这辈子应该都没有机会再买了。什么酒这么厉害？噔噔噔噔，有没有很厉害？超高的哎！都这什么东西可以挡住你整个人了。这什么台北101纪念酒？没错，这个就是最能代表我们台湾的酒款。你看，好厉害哦！这支是马祖出的，然后我会挑选它的原因，除了是它的外观非常吸睛之外呢，它呢就是说它已经是陈年33年的陈年高粱酒。我觉得说一定要让我喝喝看33年的陈酿是怎样的口味。我的老天鹅啊！这支多少钱啊？完了 BBQ 了，尤拉要被骂了。我的老天啊！这是9900元哦！我给你的采买额度是1集不超过1万啊，是吗？对啊，我以为是一支不能超过1万你买这次买9900啊。太夸张了吧不会，你看这边还有保证卡，物超所值啊，各位。？9900，好，我们今天就来喝喝看33年到底是什么样的口感，看你花不花的值得啦。好 OK，好，来第3支，我现在心脏有点麻痹了，这样第3支我们就拿去退钱好不好？第3支没有那么贵哦，好，那就好。哇，来这支我们盒子那么大，15年， 15年啦，它的一半而已。价钱也是15000块，是不是？这是多少钱？这支1500。哦我会买这支的话，除了它的瓶子看起来很复古、很好看之外，然后呢，同时它的外壳也有写说，它是2017年美国旧金山世界烈酒大赛的双金奖得奖，买下去准没错吗？开它之前，我先问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好不怎么好问？请问哪一支酒可以退？前1集才要给尤拉万元奖金，这把他直接拿去买掉。咱们今天就不客气了，从网络声量最高的，再到101就窖藏33年最久的，好期待哦。再到这个用瓷瓶所装的15年，所以这3款酒应该足以代表马祖酒厂。一开始要介绍马祖酒厂之前呢，各位，马祖岛，它其实是距离咱们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个岛屿。哦，是啊，大概9.25公里，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对岸。然后整个马祖是由36个岛屿跟岛礁所组合而成，人口大概13000人左右，但是常住人口可能更少。我认识一个东引人，东引人听起来好像忍者哦。真的就东引人，他说岛上居民大概500个人哦，所以你认识到东引岛的人，你要特别兴奋，因为整个2300万人口只有500个人住在东引岛上面，很难遇到。但为什么它叫马祖？它的命名就是来自于妈祖。
妈祖当年跳入海去救他的哥哥，不是爸爸吗？应该是救哥哥。没关系，反正有一句歌词叫“哥哥爸爸真伟大”。他入海拯救兄，然后呢，这时候就以他为命名，马祖就叫妈祖，所以整个马祖岛最大的信仰就是妈祖庙。所以妈祖是住在马祖吗？你会问太多了。好，我在喝酒的，不是在跟你考历史的，好不好？那第二个部分呢，要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马祖酒厂，它是成于1956年哦，当年就叫中兴酒厂。其实也是因为岛上很多的军人，然后因为有这个军人，他们有喝酒的这个需求，所以开始成立的这个酒厂。然后一直到了1999年，才把它改名为马祖酒厂实业，为现在目前台湾3大公营酒厂之一。有哪3大？台湾烟酒、金门酒厂、马祖酒厂。而且呢，它位于哪里呢？位于北纬26度23分，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告诉你，它就是一个酿酒的天然环境，不是我在唬烂的。26加23多少？49，它就是要酿酒啦。所以，你好会掰哦。看不出来他现在定格是被谁附身吗？地理位置就已经告诉你，它就是一个酿酒的风水宝地。现在要不要拍手？要！我讲的真的太好了，它就是一个天然的酿酒环境，花岗岩恒湿恒温的坑道，所以这种天然酿酒环境之下酿出了高粱酒绝对是一绝。因为我们知道高粱酒在台湾纯粮固态酿造，自然落菌法。对，所以自然落菌法代表着环境非常重要。好，就是这3个重点跟大家分享。来，你第一个开瓶请我喝的就是东永陈高。东永陈高。好，那它厉害的地方呢，在于说大家都知道美国旧金山烈酒大赛，他们最厉害的奖就是双金奖嘛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连续3年都得双金奖的话，大会会再特别颁发给你一个叫做铂金奖。所以这一支是目前我们国内首支得到铂金奖的酒款，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有啦，请冷静，这该不会是冲动性消费的后遗症吧？这一款酒我记得在上个月新闻，它好像连续5年都是被指名为国宴酒。对啊，很厉害哎。你在闻香的时候，你有发觉它有一个这个淡淡的果香味，然后还有那个一样就是那个咸菜包的味道，然后有一个酸度，然后熟果味。我觉得这个好像就真的很能代表马祖高粱的味道，蛮标准的一个熟透的果味这样。很清爽哎，口感清爽，但是余韵很长。它酒体其实是算是中上，它只有45度了。然后呢，它整个嘴巴里面那个很满满的这个酒曲的味道就在嘴巴里面，一喝它就是清香型，然后非常圆润饱满的感觉，而且相当的厚实，知道它酒体是扎实，余韵也算是中长，到了大概鼻头这边，然后它也会往2边扩散，因为它有一定的酸度，所以这款酒难怪是那个乡民最爱的一款酒，声量最高。因为通常你喝完了以后，继续再回购再买，就代表这支酒怎么样刷出。而且我觉得它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四面环海的小岛，你不觉得它喝下去之后有一个咸度包覆了整个口腔，在感受它的那种果味啊、花香调跟酸度，喝起来就觉得很平衡、很顺哎。对，坦白讲，这一款酒的这个酒体架构很完整，而且平衡感非常好，所以这一款酒是一个90分水准哦，架构好，酸度好，然后呢，你又有带有这个咸味，而且还带有这个果香味，还有这个酒曲的味，还有浓浓的一个酱菜的味道。难怪我最怕这种酒了。为什么？那种生干滴，喝了又会回甘的，顺口的。我都会就是忘记它的酒精浓度有那么高，然后就是一口接一口，很快就挂了。对，说实在，我也不知道它45度，喝起来感觉就是没有45度的感觉，感觉它就是很清爽。而且这款酒你在喝完了以后，我们的那个花生咸酥鸡在哪里？今天没有准备，不好意思，没有预算叫外送了。这一款酒，东永陈年高粱酒，45度，750块，过关。好 ，CP 值高。来，再来。我来开吗？不然呢？怎么好意思？干嘛我要付钱？他要买单。我已经打统编了啦。好啦，这一款酒坦白讲，我自己本身也很期待，因为毕竟33年的陈年高粱酒，我应该是这一辈子第一次喝到。我看它的这个头要怎么倒啊？钱都花了，怕倒酒。倒那么大一杯？毕竟付钱就是大爷。
这款酒早期我在看新闻稿的时候，我就对它其实有一些认识。这款酒应该就是台湾史上年份最高，就是台北101高粱酒。它是每年限量发行，所以就是绝版品。反正我这用酒就是卖给了101，然后101就分批把它装瓶掉。哦，所以这是101的酒哦。对，跟马祖酒厂买的酒，然后所以这款酒限量了，已经绝版了。老板，谢谢你。一句谢谢，9009，一瓶9009，一瓶9009，还加能量水，还加能量水，好，那个群啊。哦，它的香气非常非常的闷，我认为它要醒酒，因为它毕竟已经睡了33年，我已经睡了你33年，我现在突然把你摇醒，但是它那个闷骚味整个闷在那个里面，待会再来喝它的话，一定有不同的感觉，不同的味道。我们现在准备先放30分钟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先喝啊，等下30分钟之后我们再喝不一样的风味。哦，也是可以。尤拉现在就要喝，没办法等啦。它有很浓浓的那个酱香味，香气是属于闷骚型的，所以它现在目前香气还没有完全的喷出来。但是我现在很期待它的口感到底长什么样。先喝口感，然后晚一点我们再来重新闻香。我觉得它就是一入口，然后它的香气。酱香，然后果香是直接从你舌头化开来的，它好绵密哦，然后到舌头里面真的就像你讲的这样，马上散开来，就散开来，然后卡在你的口腔里面的感觉，然后整个的那个余韵在你那个嘴巴口腔里面一直在缭绕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是它既然没有酒精刺激感，这保证卡它酒精浓度写59度700 ml， 赚到！1977年蒸馏入瓮，2002年7月装瓶，感觉也没这么烈。毕竟我们是喝过85度的男人，你才喝那么一点点，没有减掉，我是喝这么大杯，好不好？你屁老明就在旁边看，大杯都是我喝。尤拉喝到33年高粱后，过河拆桥，遗忘了刚刚的感恩。我现在找到的是它。是真的比较闷骚一点，然后那个香气真的，我觉得它要跟空气接触，可能接触一阵时候开始香气就会慢慢的喷发出来。但是它厉害的地方是在它的口感绵密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它口感非常厉害，它的余韵的程度真的是非常久。现在放一下下而已哦，它的香气跟刚刚完全不一样了，它的香气一直冲出来，而且它的口感没有那个颗粒感。那这个酒是绵密，我跟你讲，绵密是入口，然后直接散开来，直接化开来，然后余韵在你的这个口腔里面去缭绕那种感觉。原来33年的口感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一辈子能够喝到33年的高粱酒，此生无疑啦。社长，不客气。这能算是将功赎罪吗？但事实上，33年的高粱酒9009可以接受了，就是我们讲说威士忌，你超过15年到20年以上的这个单桶威士忌，可能都要2-3万块。你看这个 CP 值那么高，750，9009这个才1500，所以其实高粱酒的 CP 值非常非常高，拿来送礼也非常棒。所以说实在这瓶酒，当现在目前疫情已经逐渐趋缓了，两岸开始要开放的时候，这一款酒绝对会再往上跑。大陆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，最值得纪念的就是101，这时候它价格一定会再往上。我喝完了以后，发觉它的口感的确是值得这个价位带，口感绵密。我也没有喝过33年高粱酒，但是我喝完以后相当的惊艳，我一直惊艳了，没有白花。你这个人就一直在花我的钱。我们有在赚钱啊，有吗？我们要赚钱吗？有时候干爹也会出现嘛。干爹有没有空？好，来，现在开始。第3支酒就是我们的马祖陈高15年这一款酒，坦白讲1500块我一定买，因为我本人蓝色控，我看到蓝色我就兴奋。我之前曾经在餐会上面喝过一次，我就有印象深刻。马祖陈高15年，它本身的香气更喷发，它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双金奖？我觉得有它的原因存在，因为评审一闻到这个味道，香气喷发。而且它是有层次感的香气，所以我给它的分数自然而然就会高，清香型。它一倒出来，它的香气就是整个往上冲。它还是属于比较果香调性哦。我发觉马祖高粱都是属于往果香调性走的。我觉得这一支的香气跟这2支不太一样，这2支的香气很像，然后可以感觉出来，它们就是有那种熟果味啊，喷发的那种果香味。它比较有像青苹果，然后那个绿色香蕉的那个调性。这支就是感觉比起来，它是属于一种优雅风，有那种清新感。哈，酒体扎实，架构完整，酸度极高的一款酒，所以也是一款平衡感
极佳的一款酒，在嘴巴中感觉它的酒体更加的厚实，不较有大片油脂感。好，然后它的余韵算是比较稍微中短一点点，直接在鼻头下方这边就慢慢消失。不过高粱酒的尾韵啊，不能跟威士忌相比，它的尾韵是唇齿留香，它会在你的嘴巴里面缭绕着，你到了隔天早上讲话的时候还是高粱味，完全不需要刷牙，不行吗？这就是唇齿留香哦。纯固态酿造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魔法 magic。我蛮喜欢它，就是现在留在你嘴巴的那种感觉，它就是闻起来很放，然后喝下去的时候呢，尾巴是很干净的，但是它的口腔里面好像就是被一股高粱香包围着。你知道吗？我在喝第二口的时候，眼泪流下来，感觉那个绵密的感觉、包覆的感觉，真的很像我的初吻，酸酸甜甜那种感觉。它是吃酸梅啊？没有，他没有吃酸梅，因为我家先刷牙，他用的是高露洁。它呢，适合出现在什么场合？说实在哈，这款酒包装扎实，然后呢，它又是用这个瓷瓶装的，所以事实上这个送礼，坦白讲非常值得。花1500块去买威士忌，坦白讲买不出什么好货。但是你花1500块买到马祖高粱，而且是15年，又是这样子的瓷瓶装，又是这样的盒子，非常非常棒。送岳父就送这个，你会不会明天办公室就突然出现几百箱的马祖陈高15年，然后上面就写着送岳父。除了这个马祖陈高15年，你看建议售价1500元，台湾第一酒 ，CP 值非常高，而且你看这一款酒金色，然后又有这个铜钱的感觉，又是用窑烧出来的，而且还有保证卡，所以其实这一款酒拿来送谁比较好？这个送长官，肯定送长官，步步高升，升到101。这一款酒非常有纪念意义跟价值。再来第3款酒，就这一款酒，就是我们的750元。CP 值超级高，铂金奖对，正常连续5年的指定国宴酒，所以今天这3款酒是我们在市面上由拉深入民间田野调查所找到的马祖酒厂3款酒推荐给各位，大家还满意吗？让大家去试一试，这样子乡民你们还满意吗？你们不要再敲碗哦，我已经破财了，那你记得。1个敲碗要推荐10个订阅哦！拜托，赶快让我们破万吧！我们破万就会朝下一个目标迈进，下一个就是10万，野心要大。没有10万，我这辈子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就代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太贪心了，你是不是贪图那一块匾额？没有那个白金唱片，对，看到那个白金唱片我就兴奋，我就要。所以你一定要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。不断给我们留言鼓励，我们才可以拍出更多更优质的酒款，而且开箱开更多的威士忌以及高粱酒跟大家分享。电话，喂，粉丝敲完了那个，我拍了哈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